经常喜欢拍户外题材的朋友都应该明白这个户外运动相机的重要性。最流行的无非就是 GoPro 和其他一些大家经常使用的小型的户外相机。而这2年呢，又比较流行的一个新款相机就是360全景相机，因为它可以给大家带来完全不同的视角和体验的感觉。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360全景相机。大家好，我是许涛，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海豚与兔子。我是海豚，你就是那只小兔子。经常看我频道的朋友，这1年来的这个影片，大家应该能注意到我很多 B 肉里面融入了很多不同的镜头的视角，比如说无人机啊、GoPro 啊、水下呀、照相机拍的。但是其中还有另外一个视角，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过，其实都是用360全景相机拍的啊。我给大家看一看我自己所使用的360度这个全景相机。它啦，就是这个盒子了。这个盒子打开以后，你们可以看到里面就是我360全景相机的全部，2块电池，一个4K 的头，还有一个原厂本身的360度全景相机啊。我不太使用这个相机它本身4K 的这个头，因为 GoPro 的效果我自认为比它会更好一点。这个全景相机它本身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它是很简单的一个，它就是双面都是摄像头，后面一个背屏。你自己操作的时候可以看见，而这个相机本身就相当于一个眼睛，无论你在什么地方使用它的时候，它这个眼睛都是360度的。只要你把它伸出去，你不用去管它，而你这个地方就相当于一个眼睛，可以绕着你周围看，它可以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感觉。而后期的时候、合成的时候，只要你的相机它中间的这个线这块不要有东西，它合成的时候这块自动会就是去掉，所以你就看不出来它有一个合成线。大部分的情况下都 OK 只不过水底下有时候合成的不是很好，所以它的应用还是蛮多的。今天我主要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去年1年所拍的影片中，我所使用的其中的一些的这个例子给大家一些剪片出去玩拍摄这种不同的这个视角感觉，带来一些新的思路。首先，你像有孩子的朋友，大家应该都明白吧？你出去带孩子的时候，带各种各样大的这种器材，又沉又麻烦，而且孩子也不会听你的话，所以说你最好手上就不要拿东西。那什么样的东西能够拍到全部记录下来这个家庭这个美好的生活，同时又不会影响你自己出去带着孩子家人的体验？我觉着除了手机以外下来360是最好用的了。你像上一次我带孩子去骑这个山地车跟他妈妈一起出去的时候，我带的就是这款东西。我当时带这款东西的时候，其实使用的这个器材也很简单，就是360本身的这个自拍杆，把它上去以后，上面加了一个这个麦克风，因为麦克风当时的线就是从这个东西它的侧面一点点延下来，所以在合成的时候这个麦克风它也看不见。不像 GoPro， 你还在考虑它的视角能不能拍到你还是要怎样。360就是因为它是相当于一个眼睛，你看，如果我放在这个位置，那这个眼睛就在这儿，它就360度可以看。然后你再插上这个无线麦克风，好，宁宁，走了。你像当时我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就是把这个自拍杆拉长，然后把它固定到这个车头的上面，然后离得我很远，然后它拍的这效果就很好，也不怕它抖，因为它本身就是防抖的嘛。这样子出去玩的时候可以连上麦克风，然后记录下全家的对话的同时，把孩子出去玩这个精彩的瞬间也记录下来了。你看这一块拍的就是山地车带孩子出去玩。比如说我去海上你比如说我今年去拍这个海上看烟花的这一次的时候，我把这一段的这个30秒的 B 肉我给大家再放一下，你们看一看，你们能不能看出来哪一个镜头是用360拍的我们来仔细来看一下。
Happy New Year！ 哎，对你猜的没有错，去海上的时候，你比如说刚才这个突然进去的这个镜头，然后那个船的那个全景其实就是360。当时这个自拍杆啊，我是还拿了一个基本上跟它一样长，将近快有3米到4米长长的，我直接伸到这个船的这个窗子外面啊。这种场景在海上风大的时候，你又想拍到船的全景，你又不想有东西挡着你，你又不想有杆子在这个你的这个视觉里面啊，那就一定是全景相机。你就是用 GoPro 的话，它一定也会有一个杆子，也会很难看嘛。但是360啊，它就可以做到。无人机都不是很好做到，因为海上风很大的时候，你想跟着船飞，那个是蛮危险的，有的时候你就飞不回来了。所以这种情况非常适合单兵作战，你一个人拍，它就有不同的这个场景，对不对？看一个就是我前一阵儿去。就是抓龙虾的时候，这个应用啊，当时去做密斯利这个船的时候，我是提前去拍的啊，就它这个船还没出发的时候，你想，我当时就在想，我怎样让大家要看到这个船的这个全景。我当时从这个船的这个侧面，我不是走过去嘛，我当时这个杆子就是这样长长的拿着，然后呢，我在进到这个船舱的时候啊，我也是这样子拿着，所以你们看着好像是有人对着镜头退着在走，其实没有人啊，都是我一个人在拍。有人拍的话，你要上云台和相机，效果更好。但是360的好处就是一个人完全就可以搞定它。你再比如说，我当时从这个侧面不是进到这个船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平台这一块，我想给大家看看这个全景。而360最好的就是它有一个就叫子弹时间的这么一个东西啊，这是另外一个的这个横着的这个自拍杆，它可以转，它的用法其实很简单，你只要跟这个底部啊连在一块儿，然后你把它打成这种子弹时间模式，或者你就录5K 30帧，后期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放到24帧，它也有能慢的效果。你要做的时候就是把它伸得很长啊，然后这样转，就打开转，不停的转就行，你不用去管它。你转之前呢，你得把它这个底座啊稍微松开，然后你就可以转动，这样，然后你就这样转，它这就相当于一个眼睛啊，在你周围嗖这样子，嗖这样不停的转，然后后期的时候你稍微加上一点配乐，然后把它速度稍微放慢一点，就很简单，就很好看啊。当时这个船头你看，这个就是用它这样拍的。当时我不是想测试那个无人机的那个避障功能吗？我专门找了一个树林，周围都是树，然后我想让你们看周围都是树的密密麻麻，那个无人机怎么办？所以就是用这个子弹时间，这样子围着我这么绕了这么一大圈，就这么绕了一大圈。然后你们就能看见这个周围的全景，所以它的应用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啊。我前2期视频不是有去探宝嘛，这样子，所以你看过前2期视频的啊，如果没看过，我把这个视频的链接放在上面这个地方，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在这个地方，我在这个探测器的上面，你看放了一个这个360的这个全景相机壳，它是防水的，它也是双面的。我一个人拍的时候，我就不需要放2个 GoPro， 这样子的话。这个镜头可以拍我，然后那个还可以拍前面。你看，在水底下这些镜头，后期的时候，你可以让镜头在这个地方慢慢的转，所以说就非常非常的好用，明白吗？这个东西增添了很多不用人手动去操纵的这个新的这个创意的功能玩法啊。而且这个还有一个玩法，就是在家里面啊，或者说的是去野外的时候，你比如说晚上野营完了，大家都睡觉了，你想拍星轨。正常情况下，你要想用单反去拍星轨，你不要拍上千张，那是一晚上的事儿，然后还得连着尿袋，然后不停的用这个快门定时，然后去拍一晚上，后期还要合成，还要进 Photoshop 啊，那个很麻烦。现在360这个功能一键合成啊，一键完成。你要做的就是拿一个三脚架把它定在那儿，放在地上就可以，然后用你的这个充电宝把它连上，放一晚上，直接打开它这个星轨功能，然后一键开机，上面放点防水的这个塑料袋就可以了。然后就是，你看我这个视频上，我家这个桌子后院这上面不是我怕那充电宝受潮嘛，就开一晚上。第2天这几分钟、几个小时的视频合成以后啊，就那么10几秒，但是你就可以看成星轨合成。
做视频它的清晰度其实是完全够用啊，尤其是做1080P 的时候。当然了，如果你要的效果非常好，比如说8K 视频呀，或者是很好那种照片的新轨，那当然还是上单版。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快，因为现在很多视频你要做起来要很快，你后期如果用太多软件、太大的数据量，无论对这个时间的要求啊，还有存储啊，它都是一种非常大的压力。所以这个运动相机它往往就占到很大的优势啊，但是它牺牲的就是画质嘛，对不对？360相机还有一种玩法就是录出来360度就直接上传360度的视频。当然了，我试过它的效果不是特别好，观众看的时候可以用手机不停的跟着走，或者说的是上传到 YouTube 或者是 Facebook 以后，它是可以用鼠标在这儿来回转的啊。就是你比如说你要去跳伞啊，或者是登山啊，干嘛把它挂在你的头盔上，那么观众可以选择他自己要看那个视角，感觉就有点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啊。往往你可以解放你的双手，你不需要背其他更大的相机，这个东西录的声音还 OK 这样子，所以就是非常好，非常适合我啊，因为我经常录户外视频的题材，所以它对我来说，我每次出去也是我非常必要、非常会带的另外的一款这个运动相机啊。我把这个相机的购买链接，亚马逊放在我这个视频下面，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你看上一周啊，我不是带这个模特这个Clarity Soul， 它是一个新加坡的这个模特啊，然后去拍这个水下的这个精美的水下照片嘛。然后你看我的水下相机在这个位置啊，我也放了一个360的相机，因为我一个人去拍模特，然后呢又带那么大一个相机，还是自由潜。我如果想捕捉到我们两个同时的录像，我不可能再去带其他的更多的相机。当然了，我这儿还带了一个 GoPro， 那还相机另外一边还有一个 GoPro。都是为了这个备份用，其实360一个大概基本上就可以录下来，所以它的应用是非常多的。然后大家可以看一看，这是我上一期在水底下帮他拍的一些精美的照片啊。然后我把这个网页的链接放在下面，在我的这个 portfolio 里面，然后有很多大图，大家可以去我的网站，去看看原图啊，非常的漂亮。那么这一期视频呢就做到这里，跟大家主要就是要分享一下这个360全景相机的好处以及它的便利的地方，给大家可以带来完全不同的这种视角的感觉啊，那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拜拜。